大家好，我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 Lilian，感谢大家又来收听新一期的视频。话说，最近冷空气南下了，天气变得不怎么好。因为我个人的话，我是会更喜欢阳光灿烂的天气。夏天也太热了，反正我就会比较喜欢阳光灿烂的天气。而且人嘛，还是要多去晒太阳。去吸收阳光，这样子心情才会好，身体也会好。冷空气南下呢，天气就会变得很阴沉，灰蒙蒙的。而且冷空气一吹，就很多不好的回忆，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体质，就会有很多不好的回忆会出现。我看见有人说，这可能是什么季节性抑郁。一到冬天可能就会有这种现象出现，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到冬天我整个人会比较心情不咋地，还是阳光灿烂会对我的心情更加有帮助。你说我家这种靠近热带的地方都会这样子好，你说那些真的北方那些很寒冷、很苦寒之地要怎么办呢？我有看到一些报道，说是北欧是患抑郁症自杀的人群占比很高的地方，因为那边是常年阴雨天气啊，常年是阴天，没有太阳，冬季又特别长，会导致人特别容易患上抑郁症。我还没去过北欧，所以我不太清楚那边的天气啊、人文啊，还有居住在那边的人们的一些情况。如果我的听众、我的观众们是有在那边生活过的，或者是那边的人们，或者有些在那边的经历的，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北欧是不是真的会更加的让人抑郁一点呢？天气。因为我有去俄罗斯的话，我是在春天3月份去的俄罗斯，还是比较冷的，零下15度左右。但是你说冷又不是特别会冷到说你受不了的那种。但是我在俄罗斯，但我在俄罗斯，我感觉还好，可能是因为我在旅游，所以我也比较开心。我还是确实比较好奇北欧的人们的一些心理状况和跟他们的居住的天气环境的一些相关的影响。对，因为我自己的话，我真的阴雨天啊，特别是冬季的冷空气，因为我对气味是非常敏感的。我觉得天气也是有自己的味道的，比如下雨天哦，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跟我有共鸣。比如说，会有下雨天的味道，那种湿漉漉的，很清爽、很凉快的，就不是夏天的那种雨哦。最好不同天气、不同季节的雨也是有不同的味道的哦。那夏天的雨呢，它是会更加的潮湿，会很闷热，因为热嘛，下雨蒸发那些水蒸气，就会感觉是在，而且我家这边靠海边，我就住在海边，空气水分全部都是感觉咸咸的。那秋冬天的雨季呢，就会，哎呦，让我会想起，感觉像英国，就冷冷清清的。冷空气比较凉爽、寒冷的空气夹杂着雨滴的那种凉爽和刺激。就秋冬季和夏季、春夏季会有不同的下雨，有不同的味道。那还有夏天的话，夏天的晚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会洗澡的特别早。因为夏天我们很热，出汗，大家一回家就会洗澡这样子。夏天的话，晚饭过后会有一股沐浴露的味道，对，空气中会弥漫着很浓郁的沐浴露的味道，一闻到那个味道就夏天，夏天要来了。还有啥？秋冬季的空气会，让我想一下，
秋冬季的空气给我是很干燥、很凉爽、很清新、很舒服，会让你很精神，整个人的精气神会很充足，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不像夏天那样子被闷、被热的，整个人浑浑噩噩的，脑袋都是迷迷糊糊的，很不清醒。那秋冬季呢，就会很凉爽，就给人感觉很舒服。是的，对哦。那说到冷空气南下嘛，我觉得整个人都非常的低沉，又不太想说话，又不太想，就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情。我甚至都感觉我拍视频，我都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但其实我对着相机这样子说，还是能说很多东西的。但是这种天气，我会感觉整个人很没有精神，有点感觉有点小忧郁，又不是抑郁，有点忧郁，不太开心。会想起很多不好的回忆，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子。反正我们家的冷空气会让我多愁善感一点。但我去到外省的秋冬的话，我又会不这么忧愁。可能我去外省的话，一般是因为玩，有机会玩嘛，可能就会不那么多愁善感一点。那大家现在你们的家乡的话，天气怎么样？开始变冷了吗？不，这种季节的话，如果是在南半球，比如澳大利亚啊、新西兰呐、或者南美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可能现在正是进入夏季的时候，恭喜你们，恭喜你们进入了夏天，要好好享受你们的夏天。我觉得现在夏天给我的感觉就是youth 清纯啊，活力四射，非常的更多的活动可以开展。冬天的话，我就觉得我会特别想缩在家里猫洞，不会像我夏天那样子那么活泼，那么的有活力，会更多的出去做更多的事情。冬天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懒懒散散的。所以说，南半球的朋友们真的是恭喜你们进入了夏天。我之前学法语的话，我的老师是在阿根廷嘛，对，而且他住在阿根廷很南边，都靠近，我觉得都靠近北极了。Oh my goodness，南极，不好意思，我觉得他都靠近南极了。他那个地方好像距离我跟他开玩笑说你那里不就南极了吗？靠近南极吗？他就不没有，还没有。但是我觉得他那儿冬天我感觉好冷的样子，不知道南半球，不知道不是南半球，不知道南美洲，就比如阿根廷南部那些地方，我忘记问我的老师了。不知道家里会不会有暖气供暖这样子，就不是说家里自己的空调自带的暖气这种，像我们中国的北方，它到大概10月份开始，比如我们这边好像上2个星期吧，不对，它是根据省份不同来去规定的。比如有些地方它冷的比较早，它可能10月头它就开始供暖了。那有些地方可能还好，它就会迟2个星期供暖这样子。供暖的话，我们这边是统一供暖，我们政府就每家每户它都有个地暖，它不是你们的那种暖气片，它是地暖来的。真好，我超喜欢地暖，我跟你们讲，又不热，又暖和，又舒服又不干燥哦。可能会干燥，但是就没有暖气片那样子。我就觉得地暖真的是个伟大的发明。我有去感受了地暖，我觉得哇，好舒服啊！就踩在地暖上面都感觉热得慌，就真的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我在室内可以穿短袖的那样子的地暖。对，我们这边北方是统一供地暖的，那有些地方，比如它不是北方，比如我之前在香格里拉玩的时候嘛，它就是自己去修建地暖的。如果你不是政府供应的那种的话，你自己去铺地暖，其实花费非常高。一来花费很高，二来你地暖的用电非常非常的可怕。真的，如果你是自己去缴费的那种地暖的话，那真的很贵，真的很贵。我也不知道多贵，但是我就很贵。
北方的地暖的话，我不确定要多少钱，可能2000多，2000多是1个月还是3个月，我忘记了，反正就上千的地暖费，我记得是。但是嘛，一家子地暖，你就跟暖那么多个人，哎，挺好的。地暖我真的是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发明，比暖气片好太多了，好吗？你暖气片，因为我朋友他在法国的话，他是只有那个暖气片的，他说那个暖气片它就只暖气片附近的范围，它根本覆盖不了你整个屋子就不要想了，整个房间都覆盖不了。你就只能说靠近暖气片那儿，相对会更暖和一点，但是你屋里面还是只有10几度的那种，不会说让你有20几度那种穿短袖的体验，不行啊！我也不知道，说是很怕冷吧，但是这2年我不知道身体变好了，还是我买衣服买厚了，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冷了，现在可能是和身体变好了，没有像以前那么怕冷了，我也不太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大家有什么想法？你们那边开始变冷了没有？冬季开始有冷空气啊，或者甚至说下雪了吗？不过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下雪吧？大家可以跟我说一下哦，好吧？对，这一期的视频做关于对天气的吐槽。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谢谢你们。